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道道都好吃餐餐陪住您的全球百年酱料品牌李锦记联合冠名播出。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我来了。和大龙老师对战，身心很大压力。我的妈，这鱼怎么那么丑啊！我看它这个样子都不想吃。没杀过这个鱼，我对这个食材的一个理解是很有自信的。这石头鱼有毒，危险了，颤抖吧！大师们都拿出真本事了，古法秘制啊，行云流水一样的操作，看着就带劲，漂亮，好看的。那个油炸大黄鱼丸一点味都没有了，在炒饭面前。所以你说就这个锅气拿着跟他那丸子比，那丸子就完了。Let's go。哇，有好吃的，都不好吃，反正整体来说一般。我退却。食神带龙是否选择退赛？1v1单挑生存战，现在继续。食神登场，香港4大名厨食神带龙。食神带龙是香港周星驰电影《食神》的原型，顶尖的代表。带龙师傅的皇帝炒饭。要用隔夜饭来炒啊！李芬啊，戴龙老师啊，是一位神厨，他是9期回归宴的总厨，而且他很牛的，他的炒的那个食神炒饭的一绝啊，炒饭天花板，老道益壮，70多岁啊，还拿着刀切，刀工切得真好啊！这一看就是平时他都有在做。干净利索，自愧不如。我都干63年了。这次我要用大黄鱼做炒饭，希望下一代厨师年轻的看看我们老一辈怎么用心把它炒好。我对面的香港小伙子也不错啊，香港 Amber 的主厨，他是00后。KO 好。这个孩子前途无量，他的酱汁品独一无二，搭配他做的这个鸭肉是放不下叉子跟刀子，100%KO。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厨师，这是一个一生难得的机会去挑战香港的食神，所以我选择的是戴龙老师。跟一个这样的传奇去比拼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我说，好，胆量。感恩朴丹戴龙老师也是勇气可嘉。是的，后生可畏，我们期待吧。和大龙老师对战，身心很大压力。我的主题是大黄鱼，我一定要突出大黄鱼的存在，它的味道，整个菜式都是以黄鱼的味道去做主角。因为黄鱼它肉质非常的就是很细致很嫩嘛，如果用一些煎啊这样的方法，很容易让它肉散，所以我把鱼肉打碎做成鱼糜，最后将它做成一个卷，然后中间还做了一个带子的慕斯去将它做一个粘合的作用。那我就用了蒸的方法。配菜方面呢，我用了芦笋和海带，是我选择一些很鲜味的食材，但同时也是很淡味，去衬托出黄鱼的味道。是我做了一个港式的鱼蛋，那这个鱼蛋我用炸的效果。然后我配了一个是mayonnaise 这样的感觉，很港式风味的一个蛋黄酱。Angus 的台面太干净了，我喜欢。米三的态度，00后紫微星，他就是非常稳重、非常踏实的一个选手。
一看就是有那种专业的米其林餐厅厨房训练过的一个人，我非常看好的选手。他结合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法餐的呈现的形式，在黄鱼的味道上面更加突出。戴老师你好，哎，你好，我是韦博，你好，哇，久仰。不要。想知道您被称为食神的秘诀是什么？做菜用心啊，每样东西要做精就难啊。看很简单，对，但是逻辑思维很高的，对，这个是很少人看过的。哦，市场20年的米醋，经过20年才有这个哦。因为这个黄鱼啦，很多人是用姜葱啊什么把腥味弄走，我用这个洗一下，它所有的腥的味道没有，第二提鲜。厨师能够懂得吃东西，用心把菜做好，每一个人都是食神。来了，手机呢？把手机拿出来，近距离看啊。怎么样感觉到我这个炒饭不简单的？火中取饱是最重要的。先把锅烧红，把鸡蛋炒完，鱼啊炒到粒粒分开。他的米都讲究了，我已经看到他肯定2袋米了。要下2个酱油也要分好多一下。第一轮是50%，把它味道均匀一点。第2回、第3回从锅边放，它就会产生很香的味道出来。老香了，我在这儿都闻着了，我想炫一碗。哦，好香啊，这个炒饭。干香味。个黄鱼一定是有最后，因为很容易烂。哇，这个食神炒饭，哇，看。这谁吃谁不迷惑。很远都闻到那个锅气，那个香嘛，这个就是一种厨艺。还有个鱼造型呢。对啊。哇，这是绝了！这个造型上面的也有了。你别说，你看人家师傅虽然年纪大，但人家这个思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人家该热的全都是热的，这怎么说？所以你说就这个锅气拿着跟他那丸子比，那丸子就完了，你做的再好也没味儿。它的菜品呈现很好，是米其林餐厅的水平。我觉得他选择挑战食神的时候，他就已经赢了。怎么样？怎么样？大龙老师是很高地位、很厉害的一个厨师，身心很大压力，孤独的在作战一样。那一口米饭已经绝了，受不了。哇，先晒一会儿。好熱㗎，係啊，辛苦㗎。请在3分钟时间内讨论你们将要选择的评审间。杨君毅，我在整个菜式里边都是运用了很多的技巧、细节，很多的一些心思在里边。我觉得专业评审会更加好的理解到我的菜式。君毅哥，我们选行业评委。请评委们享用第一道菜。哈哈哈，看起来就很好吃。啲表情好令人擔憂。擔心嘅，係啊。哇，哇，他把炒饭做成了像鱼的样子，我嘴巴都歪了。哇，那个里面是鱼子酱吗？对，上面那个是鱼子，然后里面还有黄鱼。哇，鱼还活着。不，盘子裂了。哦，烧裂，吓我一跳。哇，你看这个食神就不一样，那个气功菜都上了，还可以把盘子都给弄炸裂了。请评委品尝第2道菜。是锅气。
食神炒饭好吃的，他用的食材都很高端，真的想多吃点儿。我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炒饭，好多材料在里面，好像有点那种跳糖那种感觉。哇，这个混搭太契合，太完美了。哇！一粒都唔放過，哇！食到停唔到口喎。冇嘅，我都想試下，算啦，出去揮一攤。仲有再做條魚。接下来，请2位进入行业评审间。我哋入呢度，入先啦，冇事嘅。店师傅好，店师傅好。其实我们那时候我正好去参加那个活动品鉴会，品尝了你的炒饭，感谢，那真的做的是非常难忘。看你的炒饭说了用了3种酱油是吧？對，一種魚肉，最好的60度的，因為魚肉有提鮮的嘛，因為2種鮮不一樣。今天我用的鹽都是法國來的鹽之花，這個鹽對血管好，所以我血管好了，我懂得怎麼樣吃東西嘛。我從來很少，因為現在太多發酵東西對消費的人不公平。跟我合作的老板都是按照我的去买酱油的，所以这个就是匠心啊，匠心，他坚持品质，坚持质量。这个炒饭能看出来，真的这个锅气啊什么都用心炒。他上次来考我盐有多少种，这个菜我有尽量就少放盐，就用一些天然的一些咸味去，像那个鱼我是用去昆布把它去腌制。所以你要跟前辈多学习。多请教，对，大前辈。你的主题很突出，就是你2道菜跟黄鱼结合得很紧密，把黄鱼作为了主料来进行烹饪。第二个，黄鱼的口感、黄鱼的鲜味都已经表达出来了。还有就是唯一的一个小小的缺点是这个酱，这个酱太平啊，其实稍微有点柠檬汁啊，或者一些。哪怕是一点芥末对，也可以，就突出来更加好。现在我们要宣布评审结果。我被年轻人走下去嘛。我退出。你是确定要支持年轻人吗？我真心希望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好的，那我们尊重你。好，有机会我们见面啊。好。食神戴龙宣布主动退出后续比赛。我天哪！真的有点意外。没想到戴龙老师会退赛，我也没有想到，可能他也是为了来传播一下厨师的精神，给我们做一个楷模的一个展示。我们第一年纪带了这个行业这么久，也不是为这个输赢的。我希望他走下去，看多一下所有比赛的人的菜嘛，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了解多一点好嘛。能够那么大的年龄都要比，真的不容易。总的来讲，年轻人肯定是未来嘛，我们总有一天会退下历史舞台啊。当时我听到，我的心情有点复杂嘛，这我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情，对。因为食神戴龙选择退赛，00后紫微星直接晋级。食神炒饭呢？炒饭呢，它已经出神入化了，火候的拿捏、调味的自然做的是很棒的。00后的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创意，他把这个黄鱼做成了个黄鱼卷，它的鲜味呢也用的很巧妙。
大黄鱼以其紧实的肉质和鲜美的鱼味闻名，尤其像1.8米的大黄鱼，它有着纯正的带须主血统，1年才长3两肉，好食材就是慢慢养出来的。所以根据大黄鱼的特点，我设计这道菜的重点就是要突出黄鱼的鲜味，所以我特地选用蒸的方法去处理，这样能够更好的保持鱼肉的紧致和鲜味。恭喜00后紫微星成功晋级。可以。我内心很兴奋，但是也觉得很不真实的一个感觉。继续努力，最后也能像新厨一样，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其实从00后紫微星戴龙师傅身上能感受到我们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一直在往前走，学好多东西。然后又看到我们老一辈一直想给到我们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他们一直是年轻厨师们的一个坚强的后盾。哇，我上场了！来一个石头鱼厉害。加油！大家，哇，看到鱼没有？哦，看到了。石头鱼。什么呀？什么？他选择的食材是石头鱼。哦，石头鱼。哦，石头鱼，这个不好做啊。我没有烹饪过它，我叫食人鱼。它叫石头鱼，所以我要请他把它拿出来练一练，看一看。哇哦！我选择田师傅。田老师在广州做湘菜，我是在长沙做淮扬菜跟湘菜的一些结合，我们两个有点接近，差不多。我先看到食材，他看不到食材，对他不公平，所以我选择了我没有烹饪过的食材。这个石头鱼处理不好是有毒的，是可以致命的。石头鱼学名的话叫玫瑰毒油，它是海洋里面的10大毒鱼之一，毒主要藏在背鳍上面，皮肤褶皱里面有一个白色大概1厘米左右的细刺，如果不小心被刺到的话，就要及时去就医。你选择我的话也是非常致命的。哇 ，call back， 所以说你要小心一点。120分钟倒计时开始，加油！加油，开始。田老师其实他做海鲜很厉害。我是田广豪，我来自广州宋朝，是餐厅的主厨兼公司总部出品负责人，从事餐饮行业已经15年了。田广豪老师呢，他是湘菜大师级别，他做的一道姜辣风味的斯里兰卡蟹，被评为黑珍珠年度菜品。每年的黑珍珠餐厅大概有300多家，只会从这些餐厅里面选取10道最佳菜品。曾带领团队连续4年入围米其林指南，2024、2025年拿的是黑珍珠1钻。这石头鱼有毒，他们说是什么最毒的鱼？最毒的鱼，危险了，9级危险。我觉得还是蛮刺激的。我在选它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有毒。我选完它之后，我了解之后才知道它有毒，买不到它。刮台风，很多海鲜都受影响，石头鱼到现在都买不到，那真是天塌了。距离节目正式录制还有6天，距离正式节目录制还有5天，根本买不到这个石头鱼，我没有办法去测试。哎，陈经理，石头鱼今天能来吗？距离节目正式录制还有3天，还有2天时间，也买不到，一直买不到石头鱼，真让人头疼的。石头鱼是非常难处理的，因为石头鱼的皮非常不好去，而且石头鱼的这个刺呢带有一些毒性，整体骨头又硬，皮又难剥。它的难度在它处理方法，在它宰杀的过程，还有它的一种做法。哪怕找一条回来给我练手也好，依然找不到这个石头鱼，着急了。后来再查资料，知道了这个石头鱼跟河豚鱼接近，所以就买了这个养殖的河豚鱼练手。还是蛮艰难的。你没有用活的石头鱼整个的去加工测试，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出品的要求。对于整个的时间的把控，你还是心里是没有底的。到最终的这个它的肉质的口感的呈现，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未知的。没有鱼试菜，是被老天做局了。我之前亲手做过这个，
比赛的前几天的话，我自己亲手处理了。去顺德有一家餐厅，它是做石头鱼为主菜的，就买了2条石头鱼，自己回去烹饪去做。对这个食材的一个理解，我是很有自信。这个是非常有毒的，把它杀完以后，直接用开水来把它的蛋白质分解，确保它的安全性。处理这个石头鱼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先要把这个毒刺把它剪掉。然后做这个石头鱼，它最好的一个部位就是它这个鱼肉。你要想获得这个鱼的话，就提前要把整个鱼的一个鱼皮把它剥掉。行云流水一样的操作，看着就带劲。这我觉得田师傅对面那个师傅对这个鱼一点信心都没有。戴了个墨镜，他也害怕，他也没杀过这个鱼。你看他那个石头鱼在那里动，我吓死了。于老师他做事不够野性，太斯文了。我没有碰过这个石头鱼，第一次实际的操作还是有点把控不了的。这鱼怎么那么丑啊？据说石头鱼是不是那么的安全呐？对，它这个毒素主要在这个刺上面，跟鱼肉没有关系。主要在加工的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把毒去掉，它烹饪的时候就不会有毒了。哇，这个当时大家怎么会想到说去把这个鱼抓起来吃也是？看它这个样子都不想吃。对呀，是我也是，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杀这条鱼。啊，那你今天会怎么烹饪方式嘞？我今天这条鱼叫做将军过桥之江湖，一鱼3吃。今天品尝过我这条石头鱼的所有评委老师，都是我的将军，都将带我过桥，过关斩将。啊，取一个好彩头。对，田老师好，你好，你好。刚才那边是一鱼3吃，对，您怎么做？我这边也做个3吃。那不是撞菜了吗？就好像明星走红毯撞衫一样。对，我觉得这样才更有意思。其实做这个一鱼3吃呢，我没有太多的去考虑对手做什么东西，而是说的话就是说，我想把我自己最真实，然后最想做的菜做出来。他2个有点差不多啊。啊，你这个鱼如果不煲个汤也可惜了。做了一口鱼汤。开始加汤煮了吗？那个鱼汤，哇哦！对，他炸了那个鱼，然后又炒，然后把它压碎，然后加水。他熬的这应该第3汤了吧？奶白的，我的妈呀！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用它最质朴、最传统的方式，把这个鱼汤那个鲜给展示出来。浓汤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亮点。我用青椒、紫苏这种味型做这种过桥鱼片，好香啊！他那鱼汤放了辣椒。哦，真的？你知道吧？对面那个也是制汤高手。哇，好白，好想喝。盖码饭，蒜香辣烧。把这个米饭交融在一起，烟火气也表达出来了。我做了一个黄贡椒低温油浸的鱼柳，鱼柳是比较厚的，可以把石头鱼一个 Q 弹的质感给体现出来。结合了新鲜黄贡椒的一个鲜味，加上干黄贡椒的一个辣味，低温油浸，把鱼肉的一个水分跟汁水很好的保持住。其实鱼做辣的也很有特色，好吃，好吃的。第3个的话，做了一个春卷，边角料结合时令的一些菌菇啊，用威化纸来把它包起来，调了一个姜来炸，还是体现鱼的一个鲜味。我是用鱼皮做了空气春卷。我觉得虽然做春卷，但它鱼皮春卷是的，不一样，鱼皮。哇，好香，漂亮，好看。他俩好像哦，3吃了，
有汤，有鱼，还有炸春卷。对呀，这就比看谁炸的好，谁鱼汤做的香呗。哦，还有个茶呢，在冰箱里呢。配了一个清口的一个冷萃茶。装盘了。啊！看他推出那么多东西出来，他也跟我一样做出几吃，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冷萃茶。我那个时候我有点担心嘞。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蒸鱼豉油，提鲜增香，能蒸善炒，全国销量第一。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金龙鱼1:1:1，金龙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一。本节目由百厨认证弹出好功夫的陈克明华夏软坛面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我家海鲜慢长成，闭着眼睛放心吃的1.8米赞助播出。江南美食先在常州，感谢本节目文旅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常州鼎力支持。请选择评审间。选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专业的，选一样的吗？请评委品尝第一道菜。我在这都闻到那个鱼的味道了。哇，哇，好香！卤汁和这个饭裹在一起，非常的入味。满口都是有紫苏，还有一个辣椒香的一个鱼汤，能够吃得很清晰的鱼肉的这种味道出来。请评委品尝第二道菜。哇，茶好啊！好，这贴心。这茶不错。哦。辣味啊，香味啊，都表达出来了。它里的馅我觉得很有汁，鲜嫩、爽、清爽。哦，是的，确实不错。这个好难。现在，请所有的评委做出自己的选择。现在我宣布，2位厨师选择的评审间是行业评委。我们先宣布未被选择的大众评委间的结果：3:0。获得3票的是江湖食人鱼。1鱼3吃嘛，3跟3，我觉得这道可能5:0。5:0。他们家2:0，我们这边3:0。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请前往行业评审间。老师好，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方法是属于煎还是属于？是低温油浸的。哦，低温油浸。我用油浸的这种做法的话，就是说想把这个鱼的一个鲜味跟水分锁在鱼肉里面。这个春卷，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这个春卷，因为我老家是河南的，河南的话有一种食材就是大叶金芥，这个金芥跟鱼肉是很搭配的，它可以把鲜更好的一个体现。那个为什么会做一个饭呢？这个呢是长沙风味。长沙呢，它是大街小巷有很多的盖码饭，就是想表达浓烈的这种长沙的烟火气。这个青椒紫苏汤，它是湘潭的风味。那春卷呢，就是在春节期间走进千家万户的这种烟火。这3吃呢，我是都想能够传承每个地方的烟火气。本组1v1单挑生存战结果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赢，必须要晋级。烹饪的话，我觉得我是很有自信的。 2:0，获胜的是
江湖食人鱼，恭喜！谢谢老师，谢谢。那这个菜为什么没有过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都比较油，最关键的就是它油进来的一道菜，它拍粉了，拍粉以后呢，在低油温里面去油浸，它油就排不出来，没有把石头鱼的这种鲜嫩清爽的这种感觉表达出来。我觉得那个鱼差一点点咸度，因为你没有咸味，吃到的满口就是油会偏多一点，这个是一个平衡点的问题。明白。其实我也反思了，在制作过程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热菜来说的话，你没有任何保温的一个措施，这个菜上到评委面前，肯定是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效果的。那么为什么会给这个菜呢？它把石头鱼这种鲜嫩的口感表达出来。这3个菜呢，没有失手的，没有失误的，每个菜的味道都很到位。我觉得这道汤是非常好，因为嘴里还鱼香嘛，然后慢慢的吃到你的饭，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大众评委3票都投给了江湖食人鱼。吃完那个饭之后，再回来再喝一口那鱼汤的时候是哇！哇！哇哇哇！它跟薄荷一起在打我。哇 ！KO 了，棒！你知道哇，一直在惊喜我，完全 KO， 对不对？完全 KO， 对啊，它里面那个鱼肉完全做到了100%。这汤是哪位选手煲出来的呀？好鲜呐！能给他请来吗？这汤太好喝了。叶老师，您能告诉我怎么熬制的这汤吗？这太棒了！煲汤的用水其实很讲究的，水呢也是其实是非常容易被忽略掉的。好水煮出来的汤才会这么浓郁。就像我平时呢都用农夫山泉来煲汤，天然的水和食材充分的交融，才能把食材的鲜味都带出来。我学到了，回家我就这么做。好。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心惊胆战啊！这个地方真好，对吧？为什么？完全都凉了，完全都凉了，有什么办法？油啊油啊油啊！他做的一碗米饭，做了一碗汤，加了个小炉子点在那边，他没加小炉子，凉了。我肯定想胜呀，对，但是对方能够走到今天，是不是能够站在对方对面，成为我们 PK 的对手？他们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对手。还好有几十年的功力在这里，足够优秀。我第一口下去还没有咀嚼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已经在我嘴里面散发了。他做的菜真的很好吃。哇，这个味道好香啊，老师，有一种好像回到湖南的感觉。你这个鱼是怎么做的呀？我现在在做的是湖南风味的蒜香鱼杂干码饭。这个鱼杂啊本身特别腥，用这个蒸鱼豉油啊，它可以有效的去除鱼杂的腥味，还能提鲜增香。它的豉香呢很浓郁，这个爆炒时啊，锅边淋一圈，可以激发它的锅气。加油加油！那边3个人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太安静了。画风不一样，我说那边是魔法组，打内功的。再用了草莓啊，就是那个玫瑰花。哦，这是玫瑰花。Hello。这次怎么又有那么多花啊？玫瑰花。对，然后这次有去云南，专门为了这次去云南，然后准备了2个鲜花，然后香这个想说希望把好运也带给你们。这个是鲜花，这是鲜花，然后它是云南那边手工自己做的。哇，然后我觉得非常漂亮，对，这送给我们的，当然。期待子，谢谢。
玫瑰花，去餐厅可能不太会点，但是看他们配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是做创意料理嘛，所以可能会配其他东西，在旁边辅助的是什么？感觉搞一些浪漫那种。其实我最怕的是那种去餐厅，它是挂星的，就是有星的，就是服务超差的。我以前干服务员的时候，我当时是被那个餐厅给开除了，就是因为我写错那个单子了。对，他那个包间是包3和包5，我把包3的这个啤酒写给包5了，让包5的客人多花了6块钱。他最后他检查那个单子，看，哎，这2瓶啤酒我们没点。我说先生对不起，我写错了。然后他就开始骂我3个小时。3个小时？怎么骂3个小时啊？他就很不高兴，就一直骂。后来我说那个我给您免单，您别这样再骂了。然后不行，然后把经理叫过去，他骂经理骂了很久，然后最后也没买单，他就走了。然后经理呢，等客人走了以后，就拿起碗就往我脸上扔，然后当时就给我开除了。可是怎么骂一个可以骂3个小时？怎么骂？他是一桌人4、5、6个人，他一块侮辱你。哪怕有一个人拦着，就说算了之类的哈，你别再骂了，没有。但是大家一起都在。对，我哭了很久，我觉得就是受尽了这个太委屈了。吃饭这个气氛氛围好，就好，就这个，因为吃饭花钱并不是只是吃一碗东西而已，是吃整个过程啊，我觉得。如果给你们玫瑰花，你们会做什么？玫瑰花，在粤菜来说真的很难去搞。如果我拿到玫瑰花的话，就麻烦了。这个真的麻烦了。其实，在国内，特别是在做中餐的，对这种花卉的料理还是比较少。玫瑰花它其实是提供香气的，然后提供颜色，吃到嘴里的话，它可能只能吃到香气，所以说还是比较难表达的。对于这个玫瑰花来说，它是抢手。对。大家好，我是苏启胜，现在在任职行政总厨和餐饮总监。在美食圈里面，在娱乐界里面，这是通杀的人物。我现在是有自己家的一个店，隐蔽地。他几个头衔呢？又是会玩菌菇最早的还有一个是分子料理玩的最溜的毛师傅做虫子的时候，我说这个虫子应该给他做对吧？虫子、鲜花都是他的特长。对，花我们是在云南做了很多年，也经常跟花是打交道的，所以说这个花我觉得对我讲没什么太多的压力和难度。苏老师他虽然是云南人，但是他反而可能会对玫瑰花有刻板印象，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只能做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说是优势。我做了就是只有我能做的东西，应该是只有我能想得到的。什么？下面是鱼饼啊？哦，金针菇。金针菇。金针菇。那个金针菇应该是对，它是第一个 pass 掉。那个没看懂他做啥。我也没看懂。他做了一个 cinnamon bun。它主体是一个金针菇，但它看起来会像一块肉，因为我们主食材是花，它唯一有的味道就是香气，所以这次就着重会从香气上面去做它。我会先打一个玫瑰油，然后做一个玫瑰纯露，那个纯露会用来做一个给菇上色的一个 glaze， 是想要让它有一个看不到玫瑰，但是吃到嘴里就都是玫瑰的一个感觉。所以它的菇是主题是吗？塞牙呀！那我觉得苏师傅包赢了。苏老师把那个云南特色都带来了。现在这个香是来自这个吗？乳扇的这个香，就是这个。对，乳扇它是用羊奶做出来的，这也是最早的这中国的这个分子料理，其实就是这个。听到玫瑰花一般就是像什么糕和酥。这种普通的做法在比赛里面基本没有什么含金量。这菜我更想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把这个玫瑰花的菜品给它突出出来。
为什么用了玫瑰花乳扇？是为了更好的增加它的口感。它用了一个红酒玫瑰鹅肝，还有云南的松茸来做了一个几种口味重叠。他很懂东西，他就知道怎么去搭呀。那我看苏老师应该没问题。问题不大，好轻松啊他。苏启生老师好 chill 啊。漂亮。抽死了。对，可以。来 ，cheers。哦呦，啊，可以，漂亮。我确实是没有想到苏老师这次会做创意菜，我以为这会是一场传统和创新的比拼，但我不知道苏老师创意菜是不是有意去想让我们这些年轻的选手，但好吧，做玫瑰花遇上我花莽莽，你们都要小心一点了。花莽莽大厨就是我后来也去查过他自己的店，他的成名菜就是用鲜花料理，他是一个非常会做花的人。这哥们去蒸吗？这哥们去蒸蛋，现在玫瑰花蒸蛋啊！我也是醉了。是用到了一个鲜味的水蒸蛋，上面有玫瑰天妇罗熬虾来让这个蒸蛋变得不那么的无聊。酱汁的部分呢是用玫瑰去煮的土豆来做的玫瑰丝绒土豆泥。它卷的是什么东西啊？卷的红菜头嘛，里面又是牛肉，还是做的什么的？没馅，还有鱼子酱呢。那你的玫瑰呢？你的玫瑰是什么呀？用到了红魔虾，然后去里面加了自己腌制的玫瑰，去做了一个红魔虾塔塔。在上面的部分呢，我会用四川的跳水泡菜卷成玫瑰花的形状，在里面补充酸味。它现在它卷的是什么？是用玫瑰腌制的甜菜头片，在下面是一个玫瑰手打的糍粑，然后把它切成小粒，加上荔枝和来自云南的墨红玫瑰一起搅拌好。我跟你说，这种就是什么，就不会做菜。是能淘汰2个是吗？哦，你看来了。哦，液蛋来了！哇，苏老师这个液蛋稳。苏启正稳坐钓鱼台吧？我感觉年轻人威。这个妹子也好了。我觉得不管对手是谁，我对我的菜很有信心。我的鲜花料理是经过市场检验的，这次的菜还是挺完整的，是把我想要的表达出来了。哎，苏老师，加油！现在讨论你们将要选择的评审间。我大众一票，我觉得选大众评委的话胜算很大。我专业一票。我会想选专业评委，单纯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制作的过程，我觉得会更惊喜。那老师想去哪个？请评委品尝第一道菜品。这个花能做成什么样子？这是要想一下。他在层次上他还是做得不错的。醋品呢是很有创意的，有层次。最后一口那个玫瑰气泡，把前面稍微有点油腻的那个都清了。那个饮料里面呢，玫瑰花的香味是浓烈的，是特殊的。哇，好浓的玫瑰味道。我干嘛吹它？都不是烫的。诶，你有反应哦，你刚刚反应还蛮大哦。来，干杯！干杯！哎，开心！
这是挺喜欢，老师还是可以。弄好，你们两个，我需要你们两个再来对一下。不用了，不用了，老师你进吧，我们还要去常州恐龙园呢。恐龙不是在云南吗？怎么去那个？恐龙哪里云南哪里？恐龙在云南吗？陆丰啊，大型恐龙谷啊。真的假的？开玩笑，你说的是化石，化石啊，我们说的是游乐园，对，两回事。没办法，这确实有代沟，这个。请品尝第2道菜品。这什么肉？我可以问问吗？是肉吗？他怎么吃疑惑了，歪头呢？菇。想法是很好，他用菌菇做成一块肉吧，他用肉汁做成肉的素肉的感觉。请换第3道。它这个好像也不是玫瑰花吧？它应该是红菜头啊，红菜头。绿色的鲜。这么正经吗？不要这样。下面那个是什么？海鲜之类的。感觉都没有人吃得开心啊，都很不开心、啊都很忧郁，都很不开心啊！怎么了？这么难吃吗？不至于吧？品尝完毕，请做出你们的选择。毫不犹豫，毫不犹豫。投票结束。由于你们选择了大众评委，大众一票吧。我们先宣布未被选择的行业评审间的结果：2比0比0。获得2票的是花莽莽大厨，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请3位进入大众评审间。Hello， 欢迎。确实，哎呀，这很残酷。大众评委的结果是，做花这方面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这菜我觉得算是呈现的很完整，我是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大概知道什么结果。结果是3比0比0，获胜者是